别的武者几年甚至几十年都等不到机会，让自己的修为向上再突破一道坎。但是苏若离却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接连突破2条经脉，从3星武者一跃成为5星。这种速度在武道领域几乎闻所未闻。苏若离也没想到叶晨竟能送给自己如此造化，毕竟他能从2星武者提升至3星，也是靠叶晨帮忙，等于叶晨以一己之力把他从2星直接推到5星。就在他心中又惊又喜，更对叶晨感动至极的时候，叶晨却直接将门一关，把自己锁在了卧室，开始着手炼制重塑丹。对苏若离的这点恩惠，对他来说不过举手之劳，他也并没有放在心上。散血救心丹虽然消耗的速度很快，但炼制起来并没有太高难度，等手头这一批用完，还可以再炼下一批，无非就是耗费些药材与灵气而已。不过眼下炼制重塑丹对叶晨来说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挑战。重塑丹这种东西其实已然不再是给普通人服用的丹药，它的意义并不只是能让人的4肢、5脏、6腑能够重新生长，它的意义是只要这个人的大脑还没损毁，重塑丹都能让他活过来，而且是完完全全恢复如初。这一点回春丹远远做不到。就拿李亚林那种情况来说，给他吃再多回春丹，他也是必死无疑。对那种全面性的致命伤害来说，就算是回春丹都无法吊住他一口气。唯独重塑丹这种不讲武德的丹药，才能将他救活。回春丹能让人时光倒流，回到更年轻时的状态，但重塑丹却能让人涅槃重生，这就是重塑丹真正神奇的地方。而重塑丹最神奇的地方是，它无视服用者的自身实力，无论多强或者多弱，都能让其涅槃重生。别说是李亚林这种普通人，就算是万破军这种暗境高手，万一哪天真遇到劲敌，身受重伤，只要大脑还没损毁，都能用一颗重塑丹完整无缺地救回来。这才是重塑丹真正的价值所在，它就像是一个豪迈的没有任何上限的保险，它永远能够保证一点，就是无论你遇到多大的损失，它都能照单全赔。你损失100，它赔你100；你损失100亿，它也照赔你100亿。所以重塑丹一旦炼制成功，不仅是对李亚林、伊藤雄彦他们有大用，对叶晨来说也是一道非常重要的保险。为了炼制重塑丹，他将所需的药材全部从箱子里取出，按照自己的需求一一摆放于面前。随后他从兜里掏出那枚凤骨藤制作的手镯，以灵气为刀，从上面斩断约莫1/10。这些便是叶晨此次炼制重塑丹所需要的全部材料。按照九玄天经内的记载，这些材料应该能炼制出15到20颗左右的重塑丹。不过其中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重塑丹对灵气消耗实在太大。叶晨虽说不知道具体消耗多少，但他知道自己体内的灵气肯定远远不够，所以为了谨慎起见，他又取出2颗非常珍贵的培元丹，将这2颗培元丹放在手边，以备不时之需。万一炼丹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体内的灵气无以为继了，就立刻服下培元丹补充灵气。一切准备就绪，叶晨便按照九玄天经上面记载的方法，用灵气激活那一小节凤骨藤。凤骨藤本就如和燃料一般，一旦被激活，药性迅速暴增，所以几乎是一瞬间，那强大的药力便从凤骨藤中澎湃而出。叶晨立刻用灵气将这股强大的药性，连同准备好的那些药材一起包裹起来。紧接着，被灵气激活的凤骨藤便如摧枯拉朽的岩浆一般，将自身的药性
完全渗透进了所有的药材之中。就像是和辐射一样，这些药材在凤骨藤的作用下，自身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蜕变。可以说，叶晨面前所有的药材，在这一刻都完成了某种程度的变异，药性也在凤骨藤与灵气的双重作用下，发生着脱胎换骨的进化。最让叶晨惊奇的是，当凤骨藤被激活之后，其强大的药性在灵气包裹之中，很快便形成了一种匪夷所思的运转规律。它就像是一颗气态行星，不断自转，不断膨胀，同时又在灵气的作用下，不断向着中心坍缩。而当它自转的速度越来越快之后，它就像是一台超强的离心泵，疯狂地从叶晨的体内抽取灵气。原本这灵气还是叶晨自己控制输出速度，但很快便发现灵气输出的速度已经不再是自己所能掌控，而且很快就已经从主动输出变成了被抽取。没多过久，叶晨体内的灵气就已经被抽走大半，而那个如气态行星一般飞快旋转的漩涡，旋转的速度开始变得越来越快，而且向内坍缩的程度也越来越骇人。很快便从直径超过1米的大圆球，坍缩到的只剩一个足球般大小。可是它的密度却以指数级的速度飞快增长。叶晨感觉自己的灵气很快便有了无以为继的迹象，于是不假思索地抓起一颗培元丹，便立刻塞进了口中。澎湃的灵气刚从丹药里化开，还没捂热乎，便立刻被那旋转的漩涡不断地快速吸走。叶晨忽然发现自己之前好像有些乐观，2颗培元丹怕是根本就扛不住这个鬼东西。于是他不敢等灵气再消耗，便立刻将另一颗培元丹也吞了下去。而那漩涡旋转和坍缩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此时已经从方才的足球般大小坍缩到了仅有棒球一般。可是这东西还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而且似乎越转越凶。而叶晨体内的灵气很快又有了招架不住的迹象。此时的叶晨已然有些惊骇，他万没想到这东西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几乎等于用一台离心泵从自己体内抽血，自己体内的血液哪经得起如此猛抽。但眼下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只能咬紧牙关，又掏出一颗培元丹来，一边将其放入口中，一边在心中祈祷，千万别让我再搭进去一颗培元丹了，培元丹才是我现在最有用处的丹药，如果只是为了炼制重塑丹，损失4、5颗甚至更多培元丹，那真是做梦都要哭醒。叶晨一边如此想着，一边硬着头皮将第3颗培元丹也放入口中。与之前那2颗培元丹一样，这颗培元丹刚入口，灵气便被迅速抽走，速度甚至比之前还要快。叶晨感觉吃力，忍不住咬着牙，艰难地骂了一句：“今天真是亏大了。”说罢，又掏出一颗培元丹，打算吞下去再撑一撑。而这时候，那漩涡已然加速到了极。叶晨眼见它已经坍缩成仅仅不过5厘米左右直径的圆球，而且在极快的转速下，这圆球甚至要将空气都点燃一般，炙热到发出刺眼的白光，而空气中的滚滚热浪扑面而来，甚至让房间里的木质家具与地板都因为热浪而不断发生膨胀炸裂，木地板甚至已经全部从地面拱了起来。房间内空气的巨大流速让叶晨的耳朵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耳鸣效应，屋内的陈设更是被弄得乱七八糟，各种物品被那无处不在的气流卷至半空，在不同的位置开始一边自转，一边围绕着圆球公转，像极了一个恒星系统。叶晨忽然感觉，此时在自己面前的已然不是一堆药材和一堆房间内的杂物，而是一个微观宇宙。
门外的苏若离听得心惊，想进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但想起叶晨的嘱托，也只能控制住自己的冲动，在门外焦急等待。而苏若离隔着门都能感受到房间里那炙热的高度，整扇门此时已经如暖气片一般炙烤着她的脸颊。就在这时，她忽然听到里面传来一声炸响，那个不断旋转坍缩的白色光球终于在叶晨面前炸裂开来。